我叫白小乙，打小跟着爷爷在黄河边长大，家住在老开封城靠近黄河地界的3条河形成的一个三岔河口岸边，叫做三岔湾子。据说在古代黄河泛滥窜到开封，是大禹治水的时候将黄河阻挡回了山东。在这三岔河口的河底放置了一把宝剑，这把剑呢叫分水剑。建国初年，三岔河口没有桥，只有一口古渡口，人们想渡过黄河呢，就必须在这里乘船。我们家祖上8辈全是在这里摆渡拉人的黄河船工。到了我爷爷这辈儿啊，也没有例外。因为祖上的原因，名声一直很响，人送外号白老鬼。那年夏天来个南方人，50多岁，个头不高，黑瘦的，背着个包袱，显得很精明。每天来到这里呢，都会点名坐我爷爷的船过河，在河的两边来来回回的，还从包袱里拿出一个罗盘四处测量。这一来二去就是好几天了，转眼又是一个大清早，他来到渡口边，坐上了爷的船，还是要到河对面去。在船上啊，他一边看着罗盘，一边看着脚下的船，假装不经意地问：白师傅，您这船有些年头了吧？哎呀，可不是嘛，我这个船呢，是祖上留下来的，大清朝就有了。那个时候呢，可是专门给清政府在黄河捉煞起事的鬼船，厉害着呢。哦，那人一听，眼珠子转了转，说道：哎，您这船我挺喜欢的，要不您开个价卖给我吧？不卖。第二天那人又来了，还要买我爷的船，出价很高。爷爷说啊，这船是祖业，不能卖，还得靠他养活一家老小呢。直到第5天，那人出了5倍的价钱，非要买我爷的船，甚至还愿意拿1箱的金银珠宝来换。当时爷爷呢就动了心思，为什么他死活非要买我的船呢？而且啊，从他这些日子里的所作所为来看，这里头啊肯定是有猫腻，我得弄明白了。那人也是急了，直接说道：干脆你说吧，你要多少钱或者什么东西，只要你能开口，我全给你弄到。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我也是挑明了告诉你吧，如果你不说出真正目的，出多少钱我都不卖，好处不能归你一个人。那人一看也糊弄不过去，干脆就交了实底。原来啊，在南方有一种术士，打娘胎里出来就被关在一个门窗封闭的暗室里，出生就不让见着光。等过了100天，这孩子眼睛异常明亮，可以在黑暗中看清楚东西。以后再由师傅传授到识别宝物和收集宝物的本事。学成之后，无论是在地下的还是沉于水底的宝物，他们都能有办法找到，然后用法术去到手。他们到全国各地去搜寻宝物，这就是江湖上流传的憋宝人。他在三岔河口找到了这柄分水剑，就是专门来憋宝的。但是呢，他发现水底有老龙守护，围成水墙，他根本就接近不了这柄分水剑。虽然他有法术，让他犯愁的是缺少一件法器相助，使他无法攻入水墙。这件东西呢，必须具有3个要素：一是要年深日久，吸收日月精华，有了灵气；二是要经常与人接触，沾有人气；三是本身要有很强烈的煞气，去压制住里面不干净的东西，从而呢攻破老龙设置的水墙，3者缺一不可。我爷爷一听呢，就恍然大悟，他手里这条船正好就满足所有条件。但是这分水剑有什么用呢？那人说了，此剑应为天下独一无二的宝物，它有3绝：一是能够使浑水变清，二是能够使咸水变淡，三是能够控制河里的水位，防止洪水泛滥。我爷爷一听啊，直接傻眼了。那人接着说：事情你都知道了，要取分水剑，没有你这船不行啊。另外我还需要一个助手，我也不找别人了，只要你帮我取到分水剑，将来有多大好处，咱们俩人2一天作5平分，到时候你就发大财了，你干不干？有这好事我当然是干了，我全听你的，你说咱们什么时候干？那人沉吟了一下说道：
我还要回去推算一下，选个良辰吉日，再准备些应用之物，方可万无一失。到时候我来找你。这件事情千万要管好你的嘴巴，跟任何人也不能说，天机不可泄露啊。过了5、6天，这天是农历15月圆之夜，晚上我爷爷摇着小船到了三岔河口，细舟登岸寻找那人。那人说了，咱就在今夜3更天动手，鸡叫前必须完成。你随我上船，按我说的做就成了。两人喝了会儿茶，一看3更已到。这时摆渡也停了，夜阑人静。那人让我爷爷将船停在河中心，放下锚。只见他将辫子拆了，又脱了鞋袜，然后取出5个三角形的小旗子，分红、黄、蓝、白、黑5种颜色，交给爷爷说：一会儿我下到水中，你会看见水里有个大手伸出水面，你不要怕，那是我的手。你要看准出什么颜色的手，你就把什么颜色的旗子放到手中，千万不要弄错，弄错了我非死不可，成败在此一举，切记切记。那人是千叮咛万嘱咐，我爷爷连连点头称是。这个时候，那人取出了火镰、火石、火绒，打出火来，手拿着一张黄符出来，嘴里念着一套咒语。只见黄符是越烧越旺，那人将黄符猛地往河里一扔啊，河水竟被逼得分江两边。那人就是一跳就进入河底，接着水又合上了。我爷爷一个人在小船上等待，不大会儿功夫，只见河水像开了锅似的沸腾翻滚，接着河里伸出一只血红的大手，手指头比人的胳膊还粗。我爷爷赶紧把这红旗放到了手里，红手一握拳就推了下去。过了一会儿，河水又泛起浪花，冲得小船是东摇西晃，河里又伸出一只更为巨大的漆黑的大手，手指头比人的大腿还粗啊！我爷爷赶紧把黑旗递给他，黑手一握拳也退了下去。又过了一会儿，河水又开始翻腾，只见波涛汹涌的小船都要翻了，水中冒出一个更大的白手，手指头有腰粗。我爷爷当时想啊，这分水剑是为一封造福的宝，如果我让南蛮子把宝给憋走，那我们这的风水就破了，到时候洪水泛滥，全城百姓遭殃，弄不好啊，连我也是为了王八，我岂不成了千古罪人？绝不能再帮他了。我爷爷这时竟幡然觉醒，决心反叛，于是拿着黄旗递了过去，白手握拳下去，功夫不大又伸了出来，河水翻腾得更加厉害了，都涌上了堤岸了。我爷爷又把这个蓝旗给了他，然后就起锚，把船撑回岸边，拿着白旗就跑上了岸。再看那只大白手又举出水来，可是再也拿不到白旗了。那只手空举着，周围的河水如山壁般包围着他。爷爷站在岸上，忽听一声金鸡报晓，再看河里轰的一声，像是打了个巨雷，白手不见了，河水也恢复了平静。河面上飘起了一具浮尸，脑袋却搬了家，离身子1丈多远，正是憋宝那南蛮子。这时正在退潮，死尸随流飘入大海。这个故事我曾经听我爷爷说过无数遍了，每当说到最后的时候啊，说他反叛觉醒那段的时候，脸上都抑制不住的骄傲，就跟曾经去赌过枪眼炸过碉堡似的。那憋宝的南蛮子死后在小船上留下了一个包袱，里面除了一些乱七八糟的爷爷看不懂的东西之外，还有一本书。爷爷不认字儿，不认识书上写的是啥内容，就将它带回去垫桌角了。这一垫就是好几十年，直到我出生长大成人，才发现这书里写的呀，都是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也没在意，就当个神话小说来看。直到三岔湾子的河面上飘来一具女尸，我才发现这本书的内容不简单呐。那具女尸我还认识，叫刘英，是我们老村长的闺女，生前很漂亮，是十里八村有名的美人，只是不知道从哪儿来了个外地小伙把她带走了，
这一走就是1年多。等回来的时候呢，挺个大肚子，也没见着那男的。当天晚上啊，就在古渡口投河自杀了。当时我已经不在三岔湾子住了，跟着爹娘去了县城，正好赶上高考结束，2月没事干，我就回了老家找爷爷，现在临走前呢，多陪陪他。刘英的死在我们那儿引起不小的轰动，村里的不少老少爷们儿都跑到河边去看。当看到漂在河水中的尸体时，脸上都露出唏嘘的表情，不知在想些什么。老村长跪在河边，哭的是撕心裂肺。他是老来得子，一直把刘英当成是宝贝一样供着。多少人提着彩礼来提亲都不嫁，说宁可养活姑娘一辈子，也得给她找个如意郎君。可结果呢，落个如此下场。哭到最后啊，就找到了爷爷。老村长求把英子的尸体给捞上来。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一座座雄伟的黄河大桥横跨天界，早就没人再愿意坐船过河了。许多黄河渡口荒废，老船工们转行的转行，养老的养老。爷爷当初选择捞尸人这个行业的时候，遭到家里的一致反对。那个时候爹娘在县城有着一份很稳定的收入，养活一家人不成问题。说是让爷爷要么在农村闲着，要么呢就跟去县里闲着。可是爷爷性格一向执拗，谁的话也听不进去。在敲掉了2根烟杆子之后，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下来。从此以后，爷爷不再渡人，改为渡尸了。按爷爷的话来说，死者更应该受到人的尊重。他现在做的事情远比之前更有意义。可是爷爷如今现在年纪大了，已经不干这行有些年头了。但看着老村长声泪俱下的哀求，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答应。平家女娃肚皮朝下，成了水煞，捞不得。这个说法我之前听爷爷说过，也在那本垫桌角的书里看过。人死之后沉入水底，随着尸体腐败，体内气体渐渐的会膨胀。这些湿气呢，会将人撑的是面目狰狞，嘴唇外翻，像个大头鬼似的。这个时候随着湿气越来越多呀，尸体就会渐渐的浮上水面。因为女尸和男尸的骨盆不同，所以浮尸会有个特点，叫男腐女养，说的就是这些漂在水上的死尸腐身的是男的，养身的就是女的。但是一旦反了过来，就证明这尸体被黄河大王要了，谁也不能拿走。特别是这种怀着身孕还心存积怨的死尸，好像是叫做子母双生煞，最为厉害。老村长扑通的一声跪了下来，拽着爷的裤腿说：哎呀，白老鬼啊，咱俩认识一辈子了，你不能看着你侄女就这么在水里给泡烂了呀。不是我狠心，是这水煞厉害得很。如果把他给捞起来，惹怒了黄河大王，咱们村子都要跟着遭殃了。这刘家村的事你又不是不知道。当爷爷提到刘家村的时候，我注意到在场的所有人脸色都变了。刘家村我知道，离我们这儿不远，也是挨着黄河，但是那个荒村呢，一个人都没有。听说是早年间泄洪的时候，举村都搬迁出去了。可是看着大家的样子，这里边的事情应该没这么简单。可是不管我爷爷怎么说，老村长死活就是拽着爷爷的裤腿不撒手。到最后，爷爷直接一烟杆子打在老村长的手上，然后拉着我转身就回家了。坐在屋里，爷爷是不停地抽着旱烟，我就坐在他对面静静地看着他。过了好久，他才说道：二娃子，你是不是觉得爷爷很新？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虽然这些年上学校接受的都是一些无神论教育，但是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依旧我心存敬意。可是如果是因为捞一具尸体而让一个村子死绝，我多少有些不能接受。哎呀，不是爷爷很新，英子那娃呢，也是我看着长大的。可是有些东西你不能不信。要是把英子的尸体捞上来，咱们三岔湾就会成为下一个刘家村了。我一听就来了兴趣，问：那刘家村到底咋回事啊？不是之前说搬迁了吗？爷爷将烟嘴叼在嘴里嘬了好一会儿，似乎是在回忆什么。正要开口呢，就听大门咣的一声，
村里面的大壮冲进来，气喘吁吁地说：“白爷爷，老村长他自己下河捞尸了。”爷爷一听啊，眉毛都快立起来了，骂了句鳖孙，提鞋就往外跑。临走的时候还不忘交代：“二娃子，你别出去，在家看门。”我极不情愿地哦了一声，坐在门口。没大多一会儿，就看到一群人朝我家院子涌了过来，正中间的就是爷爷和老村长，两人的身上都已经湿透了。爷爷怎么了？我见状连忙将爷爷给搀了起来，去找干毛巾和衣服，可是刚一转身啊，就听爷爷扯着嗓子骂：“你给我滚出去！你想死呢就自己去死，别拉着村里的老小都给你陪葬！”一回头发现居然是在骂老村长呢。老村长浑身湿漉漉的，脸色发白，老泪纵横的跪在门口，脸色绝望。爷爷，我见老村长这样于心不忍，有些看不下去了，正想劝几句，就见爷爷指着门口说：“你敢求情，你也给我滚出去！”以我对爷爷的了解，事情闹成这个样子，看来是没有回旋余地了。直到晚上快睡觉的时候，老村长也没有离开。一天的时间，老村长的头发从两鬓斑白变成了满头银发。临睡前，我看了看爷爷，独自一人站在窗前，看向门外，嘴动了动，想说什么，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老村长不知什么时候走的。第二天早起，蹲在门口刷牙，就看到村里的人跟疯了一样，都朝着一个地方跑啊！我以为出了什么大事呢，就抓住一个孩子问咋了。那孩子啊，兴奋的要命啊，拖着两管大鼻涕，跟我说了半天，我也没听懂。还是这孩子爹跑了过来说：“恁还在这愣着干啥？英子活了！”我绝对是最晚一个听到这个消息的。当赶到老村长家门口的时候，那里已经里三层外三层的给人围满了。老村长站在门口，一遍一遍的跟大家解释着英子是如何死而复生的经过。原来呀，英子从头到尾都没死，之前在外面感情受到了欺骗，挺着大肚子没脸见父老乡亲了，一时想不开呀，就在渡口投河自杀。可是谁曾想到天无绝人之路，当他跳到河里的时候，正好被团水草给堵住了嗓子眼，导致一口气没上来，就假死了过去。这人一假死，五官就会本能的封闭，水也进不来，就这么一直在河里泡着。后来还是半夜，老村长又去捞尸了，在水里抱着英子啊，拽着脖子往岸上拖，这一拽，水草就从嗓子眼里被挤了出来，人呢就这么活了。老村长在解释的时候，英子一直站在他身后，换了身干净衣裳，挺着个大肚子，面带笑意的看着大伙，跟个活人一样。解释到最后，老村长说的是嘴里冒烟，就把大伙给轰散了。在离开的时候，我看到站在人群最外头满脸煞白的爷爷。我怕他离得远没有听清啊，正眉飞色舞的准备再跟他复述一遍，却见爷爷摆了摆手，直接往家里走去。来到了屋子，我见爷爷脸色非常不好看，我还以为他因为差点错过英子复活的机会而懊恼呢，就宽慰他说：“爷爷，没事儿，人都活了，你别想那么多了，反正也是好事儿。”活了？爷爷立着眉毛说：“你啥时候见过咱们这的黄河里有水草？”我浑身一震，爷爷说的没错呀，小时候在黄河两岸水草到处可见，可是随着这些年采砂船队的增多，那些埋在沙子上面可供水草生长的淤泥早就被挖空了。现如今的河岸两边除了黄泥就是黄土，一点绿都见不着。那老村长说的水草又是怎么回事啊？难道说他在撒谎？那可是英子姐她明明……我拿手比划着想说人明明活着呀，可是话到嘴边我自己也说不下去了。爷爷叹了口气，浑浊的双眼望着窗外，许久才说道：“我怀疑那根本就不是英子。”不是英子是谁呀？我诧异道：“是黄河娘娘。”黄河娘娘是什么？自古黄河水患多，黄河两岸的人民呢，实行拜黄河龙王啊，供奉黄河八大王。在汛期的时候，经常会牵了头牛啊羊啊投入黄河中，但是最可怕的还是活人祭。有的地方啊献给黄河大王童男童女，有的地方给黄河大王供奉黄河娘娘。这黄河娘娘一定得是未经人事的黄花大闺女，要年轻貌美善良，还得会唱民歌小调，好给黄河大王解闷，这样就不会心情太烦躁而发大水了。
这样的姑娘选好之后，会在身上包一层绸子，绸子上面浸满了香油，然后在全村人的目送之下，在一个特制的黄河口祭台中，被投入滔滔的黄河水中，以完成给黄河大王的祭礼。你想想啊，这么一个年轻貌美的大姑娘，无缘无故的就被投黄河里了，任谁的怨气也不会小。所以说投放黄河娘娘的祭台就经常出事。常有人看到这河水中啊有个赤身戏水的姑娘，也常有人听到半夜里在水中传来幽怨的民歌小调。各家都门户紧闭，晚上更是有天大的事儿也不敢从那儿路过。但是不管怎么防范，还是不断有人淹死在那里。死者面目狰狞，腹大如鼓，手指甲中全是河泥。我曾经听村里老人说过，三岔湾这个渡口以前就有给黄河娘娘送行的祭台，直到建国之后才被拆除。小的时候只要不听话，爷爷就会吓唬我，说把我扔到渡口给黄河娘娘抓去当童养男，吓得我整夜睡不着啊。这个名字是我童年生活中可谓巨大的一个阴影。现如今冷不丁的听爷爷这么一提起，白毛汗都给我吓出来了。可是黄河大王不是只要黄花大闺女吗？这英子肚子都这么大了，那不合他口味呀。正说着话，从院子大门口进来两个老头。这两个老头看着不比我爷小多少，头发都白完了，一人手里拿着一杆烟枪，进门之后也不说话，阴沉个脸。爷爷好像认识他们，瞧见来人连忙用烟杆子捅了捅我的腿，说：去，到村口呢给我买几包火柴回来。我心领神会的哦了一声，转身离开院子。在和那两个老人擦肩而过的时候啊，我注意到其中一位老人的脖子上还纹着一条鱼。这条鱼的纹身爷爷脖子上也有，这叫做沉沙鱼。爷爷说是黄河捞尸人的标志。沉沙鱼是一种在黄河里消失了很多年的鱼种，脑袋呢有点像鲶鱼，上面有两个跟牛角一样的大犄角，个头不大，但是特别有劲儿。传说是专门给黄河大王巡视黄河的时候拉龙撵用的。捞尸人将这种鱼纹在脖子上，意思就是说我们是给黄河大王做事的，你这黄河水啊是不能漫过我们脖子的。但是爷爷的脖子上的沉沙鱼跟刚才那人的好像不太一样，具体哪儿不一样，一时半会儿我也说不上。但是啊，当时在余光里一闪而过，我没有仔细看。等再回头看的时候，那两个老人已经跟着我爷爷进了里屋了。另外一个老人的脖子我没看清，但是照这个架势来看，应该也都是黄河捞尸人。一边走着一边瞎琢磨，等回过神的时候，我发现自己不知不觉的到了老村长家。老村长这会儿啊，家门紧锁，里面不时传来好几声狗叫，这狗叫声特别奇怪，就像是在咬什么东西，但叫得特别慢，而且还很有规律，差不多隔个5-6秒就叫上一声，跟上了发条似的。咋连狗都不正常了呢？我心里犯着嘀咕，就听旁边有人说：你知道白老鬼的家怎么走吗？一听是在问我爷爷，我立马转过头，发现一个穿着中山装的中年人正拽着一个路过的村民问路。那村民手啊本来是朝着我家的方向指的，可是一看到我，立马朝我点了点。那中年男人就朝我走了过来。你是白老鬼的孙子？中年人过来之后，上下打量我一眼，径直开口说道。这人的说话呀有点口音，好像不是本地的，而且皮肤很黑，身后背了个大包。见我一直盯着他也不着急，就这么耐心地等着。我缓过神来说：啊，是啊，你找我爷爷有事儿啊？中年男人点了点头。带我去找他。他的话似乎特别少，回去路上一个字儿也不吭。等快到家门口的时候，突然站住了脚步。你见过一面白色的小旗吗？我愣了一下，下意识地问什么小旗呀？可是看着他的眼神突然是机灵灵地打了个冷战。我掉头就往家里跑，一边跑一边喊：爷爷，爷爷快跑啊，那憋饱的南蛮子后人找上门来了。门一脚被踢开，爷爷正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抽烟呢。那俩老头也不知什么时候走的，听见我叫唤着，竖着眉毛正准备说话，可是当目光落在我身后，这表情跟见了鬼似的，嗷的一嗓子，
从凳子上跳了起来，连滚带爬的往屋子里跑。我一看果然是这样啊，张开了双手双脚挡在中年人的面前，说：你别乱来啊，现在社会杀人可是犯法的。中年男人连看也没看我一眼，突然伸出手在我肩膀上一拍，我就感觉全身被泄了劲似的，软绵绵的，直接一屁股坐在了地上，眼睁睁地看着他朝着屋里走了过去。那中年人进去之后啊，将房门关上，屋子里陷入一片寂静。我躺在院子里干着急不能动，只能扯着嗓子喊：快来人呐，杀人了，救命啊！刚喊没几声，门口呼啦的进了一大帮子人。我见都是乡里乡亲，就接着说道：那个赶紧的，有人要杀我爷爷，快去救他！乡亲们一看，在光天化日之下有人要行凶，那还了得，都争着往屋里冲。可是在这个时候，房门从里边被打开了，爷爷走了出来，看着满院的乡亲，摆了摆手说：都回去吧，跟孩子闹着玩呢，没事了，都回去。然后指着我说：二娃子，你进来一下。众人一见没啥事儿，就一哄而散了。我这会儿感觉四肢恢复了知觉，马上跑到爷爷面前问他有没有事儿。爷爷摇着头没说话，把我领进了屋里之后，才发现那中年男人不见了。二娃也要出去办点事儿，快的话呢明天早上回来，慢的话呢估计得个2-3天。你好好在家里待着，别乱跑。村子里呢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不要管也不要问，别出门，知道吗？我这会儿满脑子都是那中年人的事儿，随口应付着。爷爷看出我的心思，说道：别人没事儿，不是来害爷爷的，这几天呢就住在我屋，你不用管他，但千万呢要记住我的话，在我回来之前，天塌下来都不要出门，知道了吗？我点点头，看着爷爷满脸关切的神情，心中隐隐感觉不太对劲儿。爷爷出门就出门，怎么搞得跟这交代后事一样啊？可是见爷爷不愿意多说，我也没敢多问。爷爷收拾了东西就走了，临走之前还特意的用大铁锁把大门给反锁在外面。我一个人站在院子里想了半天，总感觉爷爷这次出去肯定和刚才那俩老头有关。其实啊，想出去也不难，农村的院子就是个摆设，院墙就1人来高，我垫个脚就能爬出去。可是爷爷既然交代了，那肯定是有他的道理的。爷爷走了之后，那中年人一直将自己关在屋子里，他没出来，连晚饭也没吃。我几次想敲门问问他到底是来干嘛的，可是想想还是放弃了。一直到深夜，我正躺在屋里看着桌角垫的那本书呢，就听大门外好像有人在敲门，敲门声也很轻，有一下没一下的，听得我心里特别别扭，心说这谁家孩子大半夜的不睡觉跑来捣乱呢？我就没打算理，可是那声音却很执着，一直在敲，敲得我心烦意乱。我忍不住从床上爬下来，可是当我到了院子里的时候，那敲门声又没了。我当时火就上来了，我心说一定得看看是谁，明天我好抽他一顿。心想着就把门给推开了。虽然爷爷当时在外面反锁，但是农村那种院门呢都也锁不严。我用手一推，就露出一条胳膊粗的缝，透过门缝，我没看着熊孩子，却看到一个老太婆正站在门口。那老太婆的年纪怎么着也有80、90了，满脸树皮一样的褶子，眼睛都快看不到了。她佝偻着背，手里还拄着个小拐棍，沙哑着嗓子说：伢子，河水干了不？我被吓了一跳，一下没反应过来，下意识说：没有啊，水大着呢。那老太婆若有所思，点了点头，叹了口气，就拄着拐棍走了。等她完全消失在了视线中，我才转身往屋里走。可是人还没有进屋，突然想起那老太婆是谁了，我顿时血都凉了。黄河岸边有这么个说法，说哪天呢你在河边遇到个老太婆，她要是问你黄河水干没干，你一定得回答说干了。这个老太婆是什么地方，哪个朝代的人，已经没人知道了。故事传了很久，只是知道老太婆的儿子当年淹死在黄河里，尸体直接沉到了河底，想将尸体打捞出来，就必须得等黄河水干了才行。往年间一到冬天呢，黄河部分流域就会出现枯竭期，
水位下降得很厉害，有些地方直接露出了河床，河边的村民呢就会组织清淤啥的。可是自从那老太婆的儿子死那一年开始，连续3年越是冬天水流越大，别说下河捞人了，连行船都十分困难。老太婆站在河床边是瞅瞎了眼。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即便是火化，到最后也得是把骨灰埋在土里。可是老太婆的儿子死在水中，连个位置都没有着落，就算是死无葬身之地了。后来听说老太婆精神就出了问题，见谁都问黄河水干没干。你要是回答干了，他就会对你千恩万谢；你要说没干，他就会用最恶毒的诅咒来诅咒你。演变到后来啊，这老太婆死在了河边，鬼魂依旧沿着黄河两岸继续走，所提出的问题就是在给儿子找替死鬼，等凑够了多少替死鬼，他的儿子就能活了。所以说，如果你要是回答干了，他不但不会害你，还会保佑你。但是如果你要是说没有，那第2天晚上他肯定会找到你，然后掐着你的脖子把你追到水里给淹死。而刚才敲门那个老太婆，无论是长相还是所问的问题，都和传说中的那个鬼太婆一模一样。关键我还给回答错了。既然传说是真的，那明天晚上他岂不是要回来找我，然后掐着我的脖子把我给弄死啊？那会儿已经连路都不会走了，我脑子里乱嗡嗡的，躺在床上浑身是一点劲儿没有，跟筛子似的，一夜都不敢合眼，一直到第2天公鸡打鸣才昏昏沉沉的睡了过去。等再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爷爷不知什么时候回来了，正坐在床头，当看着我醒来的那一瞬间，紧锁的眉头顿时舒展了不少。看到爷爷很关切的面孔，我嗷的一声就哭了出来，一边哭一边将昨天晚上的事说了一遍。爷爷听完之后揉了揉我的脑袋说道：有爷爷在，没事儿。这时候门外出现一阵嘈杂，像是有很多人进了院子。我跟爷爷赶忙走了出去，发现院子里站满了村里人，焦虑、担忧、恐惧，各种复杂的情绪出现在他们脸上。一看到爷爷出来，全都一窝蜂地涌了上来，七嘴八舌地乱成了一团。我站在旁边听了半天，终于听明白了，这鬼太婆啊，昨晚可不只问了我一个，可是问遍了全村的人。而眼前这群人呢，都和我一样回答错了问题，大家的想法跟我一样，既然连鬼太婆都是真的，那诅咒也肯定是真的。而且在他们的话里还得知，他们不但找了我爷爷，还到外面去请了水魁。水魁是在黄河边对道士的一种叫法，专门处理水里的脏事。可是那水魁没有进村子，在村口站了半天，扭头就跑了。他这才想起找我爷爷来。爷爷听完点了点头：你们现在回去呢，都想办法弄一只大公鸡，有大红罐子那一种，拴在自家门口，千万别吊死了。给鸡绑着腿呢，拴在门把手上就行了。而且天黑之前一定是要锁大门，天黑之后到第2天公鸡打鸣之前，无论听到啥呀都不要出来，也别吭声，中不中？大家愣了一下，集体说中。可就在这个时候啊，李婶子扯了一嗓子说：俺觉得都是英子那事儿闹的，英子不除，咱们村子没有好日子过。爷爷好奇地问他英子咋了，李婶的眼睛里闪过了一丝恐惧。昨天晚上老刘头那屋多了好多人，又是唱戏又是说话的，吓得俺一晚上都没睡。这李婶啊就住在老村长家隔壁，隔着一道院墙，墙里放个屁都能听得清清楚楚的，他说的应该不会有错。爷爷听完之后脸上顿时耷拉下来，直接朝着门外就跑。我心知这是出了什么大事儿，连忙就跟着跑了出去，一路上紧赶慢赶的才追上爷的步伐。等到了地方才发现是到了老村长家。说来也奇怪，从昨天早上老村长跟村里人解释完英子死而复生的事之后，这大门就再没开过，里边也没啥动静，要非说有就是狗叫，和昨天一样不急不缓的，隔几秒叫一声，我听着就奇怪。我问爷爷这是怎么了，爷爷沉着脸说：狗急咬人，狗慢咬心，不急不慢咬阴间。老刘头家呀，这是出事了。爷爷的话在我那本垫脚的书里见过，别看狗是畜生，但是眼睛特别好使，夜观阴日辨阳，能够看到人眼看不见的东西。
老村长家的狗这么叫，肯定是看了什么脏东西。我还是头一次碰到这事儿，紧张的胸口砰砰直跳，紧盯着大门，问爷爷该怎么办呢？爷爷说：“先留他一晚，等过了今晚再说。”那会儿天还没黑，但是村子里大部分人都已经关上了大门，门口拴着一只公鸡，这里面大部分都是和我一样答错题的，也有一小部分是凑热闹的。等回家的时候，我问爷爷：“咱家咋不绑一只呢？”爷的本事还不如一只公鸡。整个村子好像只有爷爷一个人不为鬼太婆的事情发愁，该吃吃该喝喝，困了就坐在院门口打盹，还出去溜达一圈，一直天黑才回来。爷爷回来之后手里多了一把黑色的绳子，我认识那东西，这是用黑狗毛砸着人的头发，还有这麻绳编织而成的捆尸绳，一来用来捆尸，二来用来驱煞。爷爷是拎着黑绳站在门口，腰杆挺得笔直，扬起手中的黑绳，在空中卷起一个鞭花，落在了地上，狠狠地炸响。随着黑绳每一次的落地，爷爷都会冲着外面大喊：“嘿嘿嘿！”那种吆喝声，那声音虽然沙哑，但是异常响亮，听在耳朵里精神为之一振。之前的恐惧也被一驱而散，炸鞭声和吆喝声在寂静的村子上久久回响。直到爷爷的身体开始不支，我连忙将他扶进屋。只见爷爷脸色苍白，满头的汗，坐在那儿直叹气。唉，不服老不行啊！有你爹的时候呢，我能喊上一晚上。我有些心疼地说：“爷爷，既然绑公鸡就行，那你费这劲干嘛呀？”爷爷说：“怕是没这么简单喽。”做完这一切之后，爷爷脸上的疲倦之色已经越来越浓厚了。我将他搀到屋子里睡下，一沾枕头鼾声就响了起来。我在旁边人还没有躺下，就听窗外好像是有滴水的声音。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下雨了，想推开窗户看看。就在摆在窗子下面，我这会儿坐在窗上，手一抬就能摸得着，正要伸手推开窗子呢，就见身后伸出一只手，一下把我胳膊给拽了回去。我被吓得差点叫出声来，可是回头一看，发现是爷爷醒了。爷爷此时表情严肃，我做了个噤声的手势，目光瞟了一眼窗外，然后拍了拍我的肩膀，让我躺下，将我抱在怀里，用被子裹得紧紧的。我被勒得大气都喘不过来啊，但是也不敢问，因为我能感到爷爷的身子正在微微颤抖，滴滴答答的水声一直在窗户外面响着，越听越不像是下雨。我也不敢瞎想，这时候越想越害怕。爷孙俩裹在被子里一夜无眠，直到听到外面公鸡打鸣，爷爷这才一把掀开被子，穿上鞋就朝着屋外冲去。我紧跟在身后，到了屋子外面，发现昨晚没有下雨，地都是干的，唯独在我那屋的窗子外面留下一滩水渍，就像是有个浑身湿透的人在那站了一宿。我只感觉嗓子眼里发紧，脑子里开始出现昨天晚上如果打开窗户的话会看到什么的场景。这种画面不用经历，光是想想就让人后怕。爷爷蹲在那里，拿手沾了点水在鼻前闻了闻，脸色越发难看，转身跑到厨房里，将面袋子拎了出来，拿着个碗在院子里抖。薄薄的面粉撒在地上，很快就被水给浸湿，形成一串串的脚印。可是那地面的面粉撒上去之后明明是干的，这脚印怎么来的呢？脚印从院门外一直延伸到了窗子下。爷爷招呼我抱着面袋子跟他出去，一路撒到黄河边上才停了下来。脚印在这儿彻底消失了。我抱着所剩无几的面袋子哆哆嗦嗦地说：“爷爷，这……”爷爷浑浊的眼睛盯着流淌的黄河水，深深地叹了口气：“嗨，河里的水出问题了。”可是我的心里完全没在这个上面，问爷爷道：“爷爷，这脚印只有进咱们家院子的，没有出来的，那东西会不会还在屋里啊？”一句话好像点醒了爷爷。爷爷眉毛一拧，说了句不好，扭头就往家里跑。我从没见过爷爷跑得这么快过，跟飞一样。我抱着个面袋子怎么也追不上，眨眼就不见了人影。等我气喘吁吁地回到屋里，发现爷爷正坐在堂屋的地上，面如死灰。在我的印象中，爷爷不仅脾气火爆，而且向来是天不怕地不怕，惹急眼了能站在黄河边上把黄河大王骂上一整天。可今天这是怎么了？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已经不止一次出现这个表情了。他到底在怕什么呢？爷爷，你咋了？我当时紧张极了，到了爷爷身边，发现他的眼睛一直木讷地盯着门外，连我走进来他都没有发觉，嘴皮子一动一动的，像是丢了魂儿。爷，你说啥呢？我看着爷爷这个状态，心里火急火燎的，可是又不敢惊到他，因为上了岁数的老人呢，三魂七魄不稳，在受了刺激或者是惊吓的时候，再受二次干扰，会当时就死过去。完了，完了！爷爷嘴里的声音这会儿又大了一点，但是他说的老家话口音很重，我听不清到底是完了还是晚了，给我听的呀浑身都是汗，心说不行，我得赶紧回去，我找村里老人来给爷爷把魂叫回来。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刚一转身，忽然看到爷爷眼珠子咕噜转动了一下，紧接着开始恢复神智，看着我说：快到你李婶家去看看。我被爷爷突如其来的变化搞得摸不着头脑，就见爷爷从地上爬了起来，夺门而去。我怕他再出什么事儿，就跟在后边。可是李婶家还没到呢，就被大壮给拦了进来。白爷爷，您快到我家去看看，我爹回来了。爷爷听了直骂娘：你爹回来了关我屁事，你去找你娘啊！可是话还没说完，眼珠子突然瞪得老大，急忙说：走，带我去。我听的也是一脑门子汗呐，大壮的爹在10几年前在黄河挖沙的时候淹死了，怎么可能回来呢？离大壮家还有8丈远，鼻子就闻到了一股极其难闻的腥臭味，就跟一大酱缸的鱼虾烂了1个多月似的，差点没把我给闻吐了。3个人捂着鼻子冲进院子里，一打开门就瞧见一个中年男人站在院子里，穿着那种小时候我常见到的土黄色的衣裤，眼神呆滞，有点那种我是谁我在哪儿的感觉。除了这个中年人，院子的角落里还站着一个哭成泪人的女人，是大壮的娘。爷爷看到院子里那个中年人之后，拿手哆哆嗦嗦地指着他说：壮他爹，你都死了那么多年了，还回来干啥呀？中年人转过脸来看看我们几个，眼里透着迷茫，一张嘴什么烂鱼烂虾混着黄河水呀，从嘴里都吐了出来，那腥味更浓了，嗓子里还发出声音说：这是俺家呀。这是你奶奶个腿的家，人鬼殊途，你就不怕天雷劈死你啊？爷爷骂得凶，指着眼前的人骂个没完，可是却听那人说道：俺是来探路的。啊？探啥路？爷爷一时也愣了，下意识地问：乡亲们都要回来了，俺给他们探探路。那人说着直接迈步就往外走，被爷爷一脚给踹了回去。给他锁屋里，不能他出来。我和大壮急忙将他娘从院子里拽了出来，将大门反锁之后，爷爷问大壮：你昨晚没锁老公鸡？大壮说没有，他之前看到鬼太婆回答的是干了，所以就没管。爷爷思索片刻之后说：给你娘找个地方安顿好，然后守着这个门，千万是不能让屋里那个东西出来，他不是你爹，知道不？大壮应了一声，爷爷直接带着我继续往李婶家赶。在路上我实在是没忍住，我问道：那男人是不是大壮的爹呀？爷爷骂了句说：是个大头鬼。我心里咯噔一下，这句话在我们那儿啊，可以理解成是个屁，也可以理解成那个男人是水里出来的大头鬼死尸。可是他说乡亲们都要回来了是什么意思？难道说曾经淹死在河里的那些死尸都要上来了吗？爷爷不再搭我的茬，闷头赶路。等到了李婶家的时候，他发现他家和老村长家门一样，大门紧锁，里边一点动静没有。而且我记得昨天他说过，他当时回答错了问题来着，属他最怕，可是并没有在门口看到大公鸡。我疑惑地往前走了几步，就在他家门把手上看见一条红绳，红绳另一端垂在地上，好像是被人给剪断了。爷爷看完之后脸都绿了，一脚把院门给踹开，等冲进院子，之前在大壮家里闻到的那股腥臭味立马又钻进了鼻子，而且味道是从屋子里传出的。爷爷让我在院子里待着，自己一个人冲进了屋里，进去不大多会儿，扭头又走了出来，面沉似水。
李婶被人害了。我闻着那股子味儿，就感觉李婶应该是凶多吉少了，可还有些不死心地问：是死了吗？爷爷没有说话，到了大门口紧盯着那根被剪断的红绳出神。李婶昨天晚上肯定是在门口绑了公鸡的，可是不知道被谁剪断了绳子，把鸡给放走了。村子里住的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谁跟他有这么大的仇啊？非在这个节骨眼上要害死他呢？这时候天已经渐渐亮了，村里的人呢，昨天晚上基本没睡，硬扛到天亮才敢推开门瞧瞧。我跟爷爷之前闹出的动静，他们早就听见了，见没啥事儿，就一窝蜂地赶了过来。在得知李婶是被人害死之后，顿时乱成一团。有几个胆大的进屋里待了没5秒钟，就捂着嘴跑出来吐。我见这情景也放弃了进去看看的心思。这时有人问，是谁剪断了李婶家绑公鸡的绳子？首先肯定不会是村里人，一个村的没有这么大的仇，撑破天打一架，脸上挠点伤啥的，也不至于闹出人命啊。那只有外来人了。村子里前2天外来人只有一个，就是那个一直待在我爷爷屋里没有露过面的中年男人。其实我刚才就想说他来着，但是被爷爷一个眼神给瞪了回去。这会儿见所有人的矛头都指向他，爷爷气的是吹胡子瞪眼。放你奶奶个大头屁，那是我侄子，这2天房门都没有出，到哪儿去捡绳子去？我诧异地看着爷爷，没有想通他怎么会去护着那个差点把他给吓得屁滚尿流的中年男人呢？可是村民们却不管这一套，说肯定是那个中年人干的。昨天晚上放走李婶家的公鸡，明天指不定就会落在谁的头上。我爷爷这时是助纣为虐，要害死全村人。我当时就纳闷了，爷爷明明一直是费心费力的要帮助他们，怎么就成了我们要害死全村人了？爷爷被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抓着我的手扭头就走。走在路上，我问爷爷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对咱们呢？爷爷哼了一声说：哼，鬼看一张脸，人隔一层皮，有些人呐，可比鬼要坏多了。爷爷直接把我领回了家，然后自己一个人坐在凳子上抽闷烟。我也没敢打扰他，一个人在院子里转圈，想着大壮他爹的事儿。如果说英子死了1天之后死而复生还能理解，那大壮他爹都死了那么多年了，这算怎么回事啊？大白天还能见鬼了吗？正想着，就见大壮从外面跑了进来。我问他有啥事儿，他说他想问问我爷爷一直那么守在门口行吗？天黑了怎么办？他可不敢一个人跟那儿待着。我说也是，可是爷爷现在心情非常不好，你还别去了，待会儿我帮你问问吧。大壮说也行。正要走的时候啊，像是想起什么事儿来。对了，昨天那啥，进屋的时候说了句话，说啥黄河水要干了，乡亲们都要回家了。我就觉着这话里肯定有说头。你问问白爷爷是咋回事呗？我点了点头，话的后半句我听过。可是现在正值汛期，河水怎么会干呢？送走大壮之后，我将原话跟爷爷学了一遍。爷爷听了之后，跑到院子里扯着嗓子骂：黄河不会倒流，死人呐，不能回家，做你奶奶的春秋大梦去吧。声音很大，既是在喊，也像是在说给什么人听。村里呢接二连三发生这么多的事儿，我实在是有些慌，问爷爷这到底咋回事？因为我总感觉爷爷知道些什么，但是他没有告诉我。爷爷是一个字儿也没说呀，只说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不会有事，就算他死了还有那个人在，那个人可是有大本事的人。我一听说死马上就不愿意了，爷你怎么可能会死呢？要不咱们回县城吧，别管这些破事了。爷爷只是笑了笑，用手爱抚着我的脑袋说哪有人不会死呀，爷爷这把岁数呢，活得也差不多了，多活1天都是赚的。黄河大王呢，能托好几次梦，要说我回去了。生活在黄河两岸的人只信奉黄河大王这一个神祇，每一个出生在黄河边上的人前世都是河里的一粒沙子。每年黄河大王巡河时，龙年压过的沙子都会在来年变成人。生起来的时候啊叫水娃，吃黄河饭的叫水鬼，人死之后还要烧黄纸唱河曲，然后魂归黄河，可以说是和黄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爷爷的话让我失落了好半天，转回头看着中年人在的屋子，问爷爷说：“爷，你说那个人就是他吧？他到底来咱这儿干嘛的？”不晓得呀。这种人就跟武侠小说里面大侠一样，一般轻易不会出手，一旦出手那可是要惊了天地喽。若是换成平时，爷爷这么评价一个人，我肯定会对他特别感兴趣。可是发生了这么多事，我也没什么心思了，管他什么大侠不大侠的，只要不是来害爷的就好。我又问爷爷大壮的爹到底怎么回事，反正肯定不会是人的。可是鬼不能见光，尸体又不会说话，那到底是个啥玩意儿呢？爷爷出了口烟枪，淡淡的说：“干我们这行在水里最怕2种东西，一种是像鹰子那种水煞，而另外一种就是死岛。”我还头一次听说死岛这个新词儿，问爷爷是啥，爷爷说捞尸这么多年，有一种尸体最为特殊，这种尸体不会浮出水面，即便在水里泡上个10年8年，等捞出的时候还跟刚死时候一模一样。不仅如此，这些尸体在水底下会一直直立着，保持着行走的姿势，尸体随着水浪缓缓向前，就像在黄河里漫步。好多时候在干涸的河床中都能看到水下清晰的脚印，一步步走向最深处，走到头之后会转一个方向继续走，就像在水下散步一般。这些黄河上横死的人怨气太深，迟迟不肯离去，非要等到害死其他的人才肯倒下。这次死岛上岸，恐怕是要出大麻烦了。我被说的是冒冷汗呢，哆哆嗦嗦地说死岛为什么上岸呢？他还说村里人都要回来，到时候可咋办呢？爷爷吸了口气，眼睛直直地看着窗外，一点神采也没有。我担心他又变成之前那副痴呆的模样，连忙打岔说：“呸，我瞎说，死人根本上不了岸。”爷爷听了哈哈大笑，摸了摸我的脑袋说道：“二娃，想不想见识见识水鬼请煞？”我腾的一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瞪大了眼睛，不可思议地望着爷爷，声音有些颤抖地说：“真的？水鬼请煞是正宗的黄河捞尸人的看家本领，传说得很小的时候用一种秘制的药水洗眼，又经过数十年在黄河边上的观水练习，眼光能穿透浑浊的河水，一眼就能看到水下的行尸。而且这个功夫练到一定的火候，还能请出河底的尸体，询问水底下的事情。只不过这是一种祖传的秘法，行为古怪诡异，外人是无从得知的，连我这个当孙子的都没有见过。我记得前些年有个什么电视台还采访过爷爷，让他展示一下水鬼请煞的本领，但是被爷爷以封建迷信给打发走了。可是现如今听他这么一说，难道爷爷真的会水鬼请煞？可是爷爷是半路出家当的捞尸人，小时候也没有被洗过眼，他是怎么会的？见我脸上半信半疑，爷爷笑着说以后有机会见识得到，不过现在鬼太婆的事儿还没完，我感觉他跟英子有什么关系，你赶紧去通知村里人，让他们今天晚上别放松。我不情愿地答应一声，心说还帮他们干什么呀？都好心当成驴肝肺了，别回头出点岔子再赖咱们头上。我这边还没出门呢，就瞧见门口突然乌泱泱地涌进了一大帮子人，都是村里的。我心说正好不用挨家挨户跑了，正要跟他们打招呼，可是看着他们的表情，我把要说的话又给咽了回去。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怒容，盯着我们爷孙俩，跟有生死大仇似的，手里还拎着家伙。一眨眼的功夫，院子都被占满了。我感觉事情不妙，赶紧护在爷爷面前，紧张地看着他。好像是等人都到齐了，王二娘从人群里钻了出来，拿手指着我爷爷说：“白老鬼，我劝你最好把那什么侄子给交出来，不然害了全村老小的命，恁也活不成。”这王二娘是村里的一个泼妇，平时骂衔接什么的厉害得很，可是跟我们家从来没有什么过节，今天好端端的跑来咒我爷爷死，我当时就不乐意了，反嘴说：“放你哪个狗屁的，你要死跑我家来没事找事儿，信不信我拿洗地板抽死你我？”王二娘听了倒是冷笑地说：“哼，我没事找事儿，陈老大一家5口今早死绝了，昨晚还是我帮他们找的公鸡，
去夜里被人放跑了，不是你家那个玩意儿干的，还能是谁？陈老大一家5口死绝了，我听的是心头一震呐。前几天我还跟他家的大儿子打牌来着呢，怎么一下子都死光了呢？还是和李婶一个死法。见我不说话，王二娘更嚣张了，她跳着脚骂道：怎么样，没话说了吧？今天我们已经在村里问遍了，这2天就只有恁家那玩意儿进了村，没有别人，除了他还能是谁？我见王二娘大有上来同归于尽的架势，稳了稳心神说：你别胡说，咱们村里的人命还是我爷爷救的呢，要是想害你，干嘛还教你们攻击驱煞的法子？我在说的同时，眼睛偷偷地观察着院子里的其他人，因为我刚才说的都是实话，是个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可是在大家眼里，我却是看不到半点疑惑或者是犹豫的神情，好像都认定了是那个中年人干的似的，这也太奇怪了。别扯那没用的，那么姓白的没一个好人，当年恁爹恁爷爷干的那些事儿，别以为大家伙不知道，现在报应落在我们头上，倒装起好人来了。我告诉恁，没用，今天不光得交出那人，连恁爷爷都得跟我们回去赎罪，不然那么白家今天不得好死。王二娘说到最后，眼珠子通红，拎着锄头就上来要跟我拼命。我吓得赶紧从地上撩起了板凳，举过头顶。眼看着那锄头离我越来越近了，王二娘脸上的表情突然一滞，眼珠子往上一翻就倒在了地上，一点动静都没了。而在王二娘倒地之后，在她身后露出一个人，当我看清样貌时，失声叫道：爹！爹手里此时拿着一个搅屎用的粗棍，气呼呼地站在那儿。见王二娘没了动静，转身冲着院里人喊道：哼，我看看今天谁敢动我爸一根汗毛，老子今天把他打成肉酱。爹跟爷一样，年轻的时候都是出了名的混，2句不合就能把人给门牙打掉，从小劲儿大，没人能打得过他，连村里最凶的狗见了他都得是夹着尾巴走。现如今摆出一副拼命的架势，所有人的脸上都变了颜色。娃儿他爹，恁刚回来是不知道情况啊，我们是有人走出来准备说话，话还没说完呢，爹拎着棍子冲了上去，那人吓得脸都白了，逃也似的跑出院子，其他人也都跟着跑了，眨眼间就只剩下我和爹、爷爷还有地上的王二娘。见人走光了之后，爷爷长长的叹了口气：唉，老了，是真的老了。我以为爷爷刚才被吓坏了，就准备安慰他几句，可是爹走上来有些责怪地说：爹，你刚才咋回事啊？二娃子差点都被人打了，你咋还不动他呢？爷爷摆了摆手，没有说话，径直到了王二娘的身边。我这才注意到王二娘一直紧紧地闭着眼，连喘口气的迹象都没有。这人不会是死了吧？爹也有些纳闷地蹲在一边，去拿手探探他的鼻息，结果这手啊刚伸进鼻子下边，就跟触电似的收了回来，满眼恐惧地看着爷爷说：啊，我也没下狠手啊，咋就死了呢？打死人这种事儿放在现代社会，任你找出天大理由来也逃不过法律制裁。一听王二娘被打死了，我也学着爹的模样，在他鼻息之下探了探，一点出气儿都没有。我被吓坏了，爹打死人可是被好几十双眼睛看着的，这要是被传出去，估计爷俩这辈子都看不着面了。爹的脸上一片死灰，身体僵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倒是爷爷说了声不怕，让我和爹站在院子门口死死堵着大门，然后将烟袋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将烟雾对着王二娘的脸吐了出来。我和爹站在门口看了个满头包，但是不敢问，大眼瞪小眼的看着。爷爷嘴里吐出的那口白烟冲散在王二娘的脸上，那会儿也没风，可是吹散的烟竟然是全都不偏不倚的钻进了王二娘的鼻孔里，眨眼的功夫就被他吸完了。我哪见过这场面呢，看着大气也不敢喘上一口，捂着嘴生怕打扰了王二娘吸烟。空气中的烟雾被王二娘吸了个一干二净。爷爷拍着手拍了拍他肚皮，就只见王二娘的脸一下子青了进来，脑袋往旁边一歪，就哇哇的开始吐，那股熟悉的腥臭味再次涌到了鼻子。我忍不住想捂住鼻子，可就在这时，身后大门哐的一声，像是有人在冲撞。爷爷沉声道：不能让他进来。我不知道爷爷说的是谁，只知道外面的东西力气极大，一下下的撞着院门，肩膀都给我撞疼了，要不是有爹顶着，我早就不行了。
好在那东西持续的时间不长，不到3息的功夫就没了动静，而且这个时候王二娘竟然是长长的舒了口气，从地上爬了起来。王二娘醒来之后，有些迷茫的看着我们仨说：“哎呀，这是哪儿啊？我咋到这儿来了？”这些你先别管，你就说你脑子里记得最近的事儿是什么时候？爷爷说道。王二娘揉着刚刚被爹打的位置，想了半天才说：“哎，我就记得英子到家来找我，跟我说了几句话，然后别的啥都不记得了。”什么话？我跟爷爷异口同声道。王二娘说：“好像是问我想不想我男人啥的，要是想的话，晚上门口就不要拴老公鸡。”爷孙3人面面相觑，王二娘的男人也是淹死在河里的。他男人是个酒鬼，有一次出去喝多了，回村里听这个黄河水把黄河当成茅房，蹲着大号，脚一滑呀就掉进去淹死了。爷爷听了若有所思，点了点头，说道：“你回去吧，不要相信他的话。晚上该拴老公鸡啊就拴着，听到啥呢也不要出来，知道了吗？”王二娘揉着脑袋就走了，边走边嘀咕：“哎呦，这脑壳咋这么疼嘞？”3个人站在院子里，围着王二娘吐出那一滩东西。正常人的胃里能吐出的东西，无非就是一些没有消化掉的食物或者是酸水什么的。可是王二娘吐的却是一滩河沙，这堆河沙跟刚才从河里打捞出来似的，湿漉漉的，散发着一股的腥臭味。这味道和之前在大壮他们家，包括李婶那儿闻到的一样，胃里一阵翻滚。难怪这群王八蛋会这么冲，感情是被脏水浇了心了。脏水浇心在我们那儿和鬼迷眼是一个意思。按照刚才那个阵势，被英子迷糊的人可不止王二娘一个。难道英子真的是黄河娘娘？而且刚才王二娘说的爹和爷干的报应事儿又是怎么回事？我心中的疑惑问了出来，爷爷的脸都气歪了。你个驴蛋，被脏水浇心的人说话你也能信吗？看着爷爷和爹2个人的口径一致，矢口否认，可是我还是感觉他们俩肯定有事在瞒着我。但既然他们不愿意说，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岔开话题。那咋办？王二娘是醒了，那其他人怎么办呢？爷爷沉默不语，浑浊的眼睛望向天空，许久之后才缓缓开口道：“黄河娘娘和鬼太婆搞在了一起，今晚村子怕是过不去了。”我紧张地说：“那个人晚上还会找上门来呀？”爹听了有些疑惑：“啊，谁来啊？”爷爷看了他一眼说道：“你跟我进屋，二娃子去弄饭。”我有些赌气地坐在厨房。爷爷一到有关键事的时候就把我支开，他越是这样就越证明他有事在瞒我。而且通过这几天的爷的表现来看，我发现自己越来越看不透他了。一个黄河的老船工，捞了些尸，怎么会这么多神神叨叨的玩意儿呢？特别是那首吐烟招魂，简直就是神仙手段呢。这些年到底在干什么？又和爹瞒着我什么呢？坐在那里是越想越气，手上的火柴也不知不觉地划了没头了。我再掏出另一根火柴划的时候，还是没划着。火柴是一根接着一根的划呀，没有一根划得着火，好像是火柴盒里都受了潮，火柴头黑黑的。我这才感觉不对劲儿，这也没下雨呀，怎么潮得这么厉害？而且这会儿坐在厨房里，感觉里面的潮气特别大，墙壁上都出现了一块块被水浸泡的痕迹。眼瞅着往上走，墙里似乎随时都会渗出水来。当时心里咯噔一下，隐隐想起了什么，就从兜里掏出一个防风打火机。这打火机还是从县城里买来要送给爷爷的，结果爷爷不要，说用火柴点烟，那股火柴味才是抽烟的精髓。我就一直留在身上，颤抖地打着了打火机，升起的火苗让我的心里暂时平定了一些。可是这平定就持续了不到1秒钟，就听脖子后面呜的一声，像是有人吹了口气，打火机灭了。我当时骨头都凉了，汗毛根根直竖，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嗷的一声就叫了出来：“爷爷，爷爷！”话音未落，就听到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爷爷和爹一脸惊慌地冲了进来，忙问我怎么了。我举着打火机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牙关打得咯咯直响。爷爷站在厨房里环顾四周，面沉似水，一把抱着我就跑了出去，然后将厨房门反锁。等出了厨房，我才感觉到稍微好了一些，可是嗓子眼里紧得不能说话。爷爷对爹说：“你赶紧去，晚了呀，怕是来不及了。”爹应了一声就跑了出去。爷爷揪着我的耳朵不停地喊着我的名字。等心神彻底稳定了下来，我拿手指着厨房：“爷爷，那东西一直躲在厨房呢。”爷爷一把打掉我的手，说：“别瞎指。”转身就带我进了堂屋。可是这一进屋就瞧见在屋子的墙角里蹲着一个黑影。我当时真的是被这接二连三的事情给吓傻了，脑子里一片空白。爷爷一脚跨到我的面前，拿着烟枪指着黑影说：“什么妖魔邪祟，敢到白老鬼家兴风作浪，老子现在就打得你魂飞魄散！”爷爷说着提着烟枪就冲了过去。可在这个时候，那黑影居然说话了：“别打，是我呀。”
话一出，我跟爷爷都一愣，声音有些熟悉，但听不出是谁。黑影本是躲在背光的阴暗里，说话的时候开始朝外走。爷爷连忙退了2步，挡在我的身前。等那黑影站在灯光下，我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是老村长。之所以能认出是老村长，完全是根据声音和穿着上凭感觉猜的。穿的还是那天出现时候的衣服，可是脸上已经没了人样了，一点肉都没有啊，褶皱的皮包着骨，眼眶深陷，眼珠子跟死鱼眼似的，压根分不出是人是鬼。老村长在那天和英子同时出现之后就再没露过面，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啊？爷爷连忙把他扶到椅子上，老村长屁股还没坐稳呢，张嘴就说：哎呀，英子她不是人呐！我和爷爷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意外，这点大家早就知道了。可是他究竟是怎么搞成这样的？老村长对我们的话充耳不闻，自顾自地说：那天我见恁那么狠心，本想准备跪在恁家门口的，好让恁后悔一辈子，可是没想到英子半夜的时候自己从水里爬上来了。我诧异道：你那天也不是这么说的呀，你不说你捞的吗？爷爷打了我一巴掌，示意我别说话。老村长叹了口气：哎呀，我不也是被逼无奈吗？英子刚开始出现的时候，我也不相信是活人，可是人就这么活生生的站在那儿，我也不能不信呢。可是谁知道他第2天就变了，白天他还好好的干活聊天啥的，就是不让我们开门。一开始我还以为他还没过那个劲儿，不好意思见人，就没当回事。结果到了晚上啊，他就开始变得不正常了，又是哭又是笑，还说我不是他爹，给自己关在小屋里头还唱小曲儿。我担心他出事儿，就躲在窗户外面看。恁猜我看着啥了？大头鬼呀！我和爷爷对视了一眼。老村长说的大头鬼肯定就是指淹死在水里的死尸。英子白天是人，晚上是煞。可是老村长到底怎么变成这副鬼样子呢？他依旧没说。老村长咽了口唾沫，继续说：当时我吓坏了，准备找来恁呢帮俺去看看，可是也不知院子里啥时候多个老太婆，把我关在屋子里呀，一直喂我喝汤。那汤是又腥又臭，一开始我不愿意，可是被灌了1次之后就离不开了，一顿不喝我就浑身难受的想死啊！我这副身子骨全是那汤给害的。我看着老村长的样子，浑身直起鸡皮疙瘩。他喝那汤是啥呀？又有什么用啊？爷爷此时眯着眼睛，不知在想些什么。老村长忽然瞪大了眼睛说：对了，我听他们说黄河水要干了，是不是真的？爷爷说：没干，怎么了？河水不能干的啊！他们说等河水一干的话，那河水里的死尸都会上岸，到时候3朝湾子死绝，英子肚子里那玩意儿就会出事。爷爷脸色越来越难看，看着老村长说：那你是咋逃出来的？他们不在家吗？老村长说：不在，他们好像一直在等个什么人。那人好像已经回来了，他们出去找去了，我才偷偷溜出来的。白老鬼，恁可要救救湾子呀！啊，咱……村长话还没说完，爷爷一拍大腿说：坏了，二娃子，赶紧去村口里追你爹。到了村口呢，不管有没有追到，立马回来。我从爷的脸上看出不妙，慌张的就往村口跑。可是跑到村口之后，没有发现爹的影子。我当时心里凉了半截。从爷的反应可以看得出，英子和鬼太婆肯定是找我爹去了。可是我爹现在没了踪影，会不会已经出事了？我不敢做停顿，立马又往家跑。可是跑在半路上，远远就瞧见老村长他们家大门开着，一个瘦小的影子拖拽着一个黑影往门里拖。那黑影在地上拼命的挣扎，听着声音是老村长，而拽的那个人是鬼婆婆。鬼婆婆依旧是那天晚上那个打扮，抓着体型比他大上很多的老村长，跟拎小鸡似的拖进了屋子。临关门前，脑袋忽然转向了我，脸上的皱纹挤在了一起，露出诡异的微笑。我眼睛通红地看着他，心中断定爹已经遭遇了他的黑手，咬着牙就要冲过去。可在这个时候却被身后的一双手给拉住，转过头来一看是爷爷。爷爷不知道经历了什么，离开半炷香的功夫都不到，脸色煞白，大口地喘着粗气，抓着我的脖子，那只手微微颤抖，一点点鲜红的血液浸透了袖口往下滴。我赶紧扶住爷爷，不等我说话，爷爷声音虚弱道：快回去，你爹没事。等回到屋里，我连忙去接了盆清水给爷爷清理伤口。当我掀开爷爷袖子，看着手臂上一道道野兽一般的抓痕，我心里一沉。鬼太婆来过了，爷爷没有说话，强忍着疼痛。当我将伤口包扎完毕之后说：该去问问黄河大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了。我震惊地说道：您现在要请煞？爷爷点点头。如果不是你爹跑得快，估计这会儿的下场已经是和老刘头一样了。为村里的乡亲，单位咱白家的香火，我也得去问个究竟。我在屋里看了看，发现爹还没有回来，就想问爹到底干嘛去了。爷爷却站了起来，目光看向门外，缓缓地说：有啥问题，等问完了黄河大王就全都晓得了。
爷爷那只曾经为清政府捉杀起事的鬼船，已经倒扣在院子里不知多少个年头了。爷爷惜之如命，每隔一段时间呢，就会给船上上些桐油，然后拿到河水浇到上面。爷爷说这只船是为了黄河而生的，不能让他忘记了自己的使命。在爷爷的爱护之下，这只鬼船现在仍然是结结实实，严丝合缝，坚强的像是一节杉木。在我的记忆中，上一次跟爷爷一起出船差不多是10年前的事儿了。那个时候家里还养着一条大黑狗，在每次出船前，大黑狗就会一跃上船头，威风凛凛的朝着黄河上叫上2声。爷爷拔地站在船上，高呼黄河号子的身影，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时隔数十年，爷爷再次行船渡河，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他的儿孙。我和爷爷背着缰绳，将鬼船拉到河边。当他入水溅起水花那一刹那，我在爷爷的眼里看到了一丝波动，那是一种饱含着无数种复杂情绪的波动。我记得那天是农历16，月亮又大又圆，跟个大银盘似的挂在天上，照得整个黄河水都泛白了。爷爷站在船头看着我说：做好准备了吗？我点了点头，说不出话来，不知道是紧张还是激动。就见爷爷大喝了一声：迎风走喽！鬼船在翻滚的河水中缓缓前进，没有机械动力和船帆，全凭爷爷一人撑着长篙在河里行进。随着时间的推移，岸边的景色越来越模糊。爷爷撑着船篙独自站在船头，在月光的映衬中，看在眼里，心中涌起了一种莫名的情愫。许多年之后回想起来是不舍。当船行至在河中心的时候，爷爷停了下来，站在那里朝着四周张望。这一带的流域很宽，四周除了河水，别的什么也看不见，宛如置身于汪洋大海之中。我有点好奇爷爷在看什么，可是当我的目光和他眼神对视的时候，心头一颤。爷爷向来浑浊的眼睛在此时变得异常明亮，仿佛夜空中的繁星，双眼如炬，扫视着整个河面。我心中不禁震撼，爷爷难道真的可以看透河水，瞧见河里的东西吗？见爷爷正全神贯注地盯着河水，我大气也不敢喘一口，生怕惊扰到他。片刻之后，爷爷点头说道：就是这里了。我动了动嘴皮子，不知道说什么。爷爷从怀里掏出一根白色蜡烛，点燃之后递到我手上，神情前所未有的严肃。二娃子，替爷护住这团火，火不灭，爷不死。如果火灭了，爷呢就回去求那个中年人，求他保住你和你爹的命。爷只能做这么多了，剩下的一切就交给命吧。我将蜡烛拿在手里，看着爷爷，眼眶一下子湿润了，哽咽地说：爷。爷爷满脸宠溺地摸着我的脑袋。都是爷呀，把你宠坏了。男子汉动不动的就哭鼻子，以后可不许再哭鼻子了。我点点头，爷爷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纵身跳进黄河里。河水在溅起一阵水花之后陷入了平静。茫茫黄河之中，我坐在鬼船上，用手死死护住蜡烛上的火苗，看着蜡烛一点点的融化，河面依旧没有任何动静。在蜡烛烧到一半的时候，我的心里开始紧张起来。爷爷怎么还没出来呢？都已经这么久了，水性再好的人也都该淹死了。爷爷这么大的年纪根本不可能坚持那么久。可是转念一想啊，爷爷说过火不灭他不死，爷爷是有神通的，但一定不会有事。就在这时，河面上突然升起了一股悠悠的歌声，那声音虚无缥缈，哀怨凄婉，像是很早时期的民间小调，从四面八方钻进了耳朵里，情绪莫名的失落了起来。正当我沉浸在歌声的时候，食指上一股钻心的疼痛让我立马清醒，睁开眼睛，首先进入视野的是我之前紧紧握着拉着手，不知道什么时候竟松开了不少。蜡烛在手中不稳，朝着一边倒去，此时已经脱离手掌的控制，在空中滑落，火苗划过手指，眨眼间就要掉在地上。我当时只感觉汗毛都快炸了，本能的朝他抓了过去。蜡烛在堪堪落地的一瞬间，又被我重新抓在手里。可是这么会儿已经被烧得只剩个底儿了，我这一抓，连蜡带火的都握在了手里，再加上被风这么一带，火苗嗖的一下就看不见了。我脑袋嗡的一下，还没有等反应过来，接近于透明的火苗奇迹般的又变大，我被刺激的心脏差点没停跳，抹了把额头的汗，再向河面望去，除了河水没有任何动静，那歌声也凭空消失了，肯定是英子在捣鬼。我暗骂了一声，可是看着马上就要烧完的蜡烛，一颗心也被吊了起来。目光落在爷爷消失的位置，我心中拼命的祈祷爷爷赶紧上来呀，再不出现可来不及了。就在这时，一颗人脑袋从水里冒了出来，我被吓了一跳，护着蜡烛朝后退了2步。可是当我看清那个脑袋的时候，不知道是想哭还是想笑，悲喜混杂其中，爷爷出来了。爷爷浮在水上，大口的喘着气，看着我咧嘴笑开了花，可是这笑容没持续1秒钟就突然僵住了。
与此同时，就听到我身后呼的一声，蜡烛被吹灭了。爷爷的表情凝固在脸上，眼神一下变得宠溺起来，满脸微笑地看着我，动了动嘴，脑袋一点点地沉入水中，消失不见了。这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看着翻腾的河水，我像疯了一样趴在船上嚎啕大哭起来。奶奶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过世了，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失去亲人。船上只有我一个人，那个吹灭蜡烛的人始终没有出现，爷爷再也没有出来，黄河水依旧在缓缓地流淌，将千百年来无数发生在这里的故事都卷成一朵浪花，汇入进无尽的河水当中，汇入大海。我不知道在船上哭了多久，也不知道是怎么回的家。等我进门的时候，爹已经回来了，看见我进门浑身一震。你爷爷呢？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我想开口说话，可是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只是木呆呆地站在那儿，眼泪一个劲儿地往下掉。爹看见我这副样子，迟疑了片刻，随后整个人如遭雷击，身子向后倒了下去，蹲在地上抱头痛哭。哎呀，就差一步啊！哎呀！看着爹撕心裂肺的样子，我擦干眼泪说：“什么差一步啊？你们到底瞒着我什么呢？现在都不肯告诉我呀！”爹红着眼，老泪纵横地看着我说：“我们都是为了你呀，娃子！要不是你爷爷，你根本就来不到这个世上。”我身体一震，颤抖地问为什么。爹说：“当年为了能让你活下去，你爷爷跪在黄河边上发下宏愿，要渡尽横死在黄河里的尸体。可是没想到这一天会来得这么早。你爷爷算人算鬼，算了一生，终究还是没算过这黄河呀。他们提前上来要你的命了。”我摇着头，不敢相信爹说的这一切。爹，我出生到底怎么了？是谁要来要的命啊？是英子他们吗？爹张开了嘴正要说话，夜空中一道惊雷将整个院子映衬得如同白昼。爹跟疯了一样摇着头说道：“不能说，他们就要来要你的命了。娃子，你跟我跑，我带你出去。”爹说着要来拉我的手，我这个时候才注意到爹的怀里抱着一个泥胎。那泥胎跟出生的婴儿一样，蜷缩着身子，紧闭着眼睛，五官惟妙惟肖，宛若是活人。爹，这什么呀？我甩开爹的手，伸手就要朝着泥胎抓去，爹急忙闪身，将泥胎死死搂在怀里。不能碰，有这东西你才能活着出去，快跟我走。我没有理会爹，转身看向爷爷的屋子，里面亮着灯，窗户上出现一个人影，在我看过去的一瞬间，那影子转身离开了。我不走，我要替爷爷报仇。说完我就直接甩开了爹，冲进了屋里，一把推开爷爷房门。那中年人正站在那里看着我，似乎早就料到我会来。求你替我爷爷报仇！我跪在中年人的面前，抬头看着他，可是中年人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我紧咬牙关，朝地上猛地磕了3个响头。求你了！我和你们一家非但无亲，反倒有仇，我为何要帮你？牙有反哺之意，羊之跪乳之恩，爷爷将我养大成人，我人到未尽，却因我而死。若今天你替我爷爷报了大仇，你跟他的仇怨都可以算在我的头上，你要杀要剐随便，我要皱一下眉头，就枉此事为人。我想杀他，他岂能活到现在？只不过现如今像你这般恭敬桑梓的孩儿已经少见。可是一行有一行的规矩，牵羊不倒斗，鸡鸣不露头，我不能因为你个外人而坏了规矩。我没有听明白他话里的规矩究竟是什么含义，但是后半句我听明白了。再次3个响头磕地，若您瞧得起我，就恳请您收我为徒。我没敢抬头，脑袋紧紧贴着地面。如果他再拒绝我的话，就真的没有人能替爷爷报仇了。屋子里陷入了沉默。就在我心神未宁之时，听中年人说道：“从今天开始，你家孩儿就是我季宗普的徒弟，你可有话说？”我抬起头来，发现爹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门口，怀里抱着泥胎，满脸的震惊看着中年人，错愕的点点头，像是傻了一样。原来他叫季宗普。我喜极而泣的从地上爬起来。您愿意替我爷爷报仇了？季宗普点了点头。但是不是现在，你们暂且等我一会儿。说完迈步出了门，我和爹愣了好一会儿才追了出去。就在他出了远门之后，村子里的狗跟疯了一样的狂叫，片刻的功夫就听到村长家的方向传来一声撕心裂肺般的惨叫。当季宗普再回来的时候，右手上拎着鬼婆婆，鬼婆婆在他手上没有丝毫的反抗之力，被掐着脖子拎在半空，四肢胡乱的挣扎，嘴里发出一声声的嘶吼，脸上表情极度扭曲，俨然是一只恶鬼。
我和爹被眼前的景象吓得齐齐后退2步。季总捕冷冷地将鬼婆婆举在面前，目光深邃，盯着鬼太婆冷哼一声：“哼，你也太大胆！”说罢，他就捏着鬼婆婆的手突然一紧，只听咔嚓的一声脆响，鬼婆婆的身体像是死狗一般被扔在了地上。我只感觉大脑一片空白，鬼婆婆就这样被他给杀了。虽然不知道鬼婆婆究竟有多么厉害，可是爷爷手臂上那5道深可见骨的伤口是我亲眼见过的，那绝对不是正常人可以办到的。鬼婆婆死尸倒地，季总捕并没有任何的停留，不慌不忙的从怀里掏出一团线绳，在线绳的末端拴上一只特别的铁环。这只铁环有点像是钥匙扣，上面套着3根细细的锁链，锁链只有铅笔芯粗细，月光下闪着幽白的金属光泽。每根锁链长不过5寸，末端都连着一个小钩子，形状大小都和鱼钩相仿，上面挂着倒刺。此物名为脱衣耙，专用给这些畜生脱衣服用的。这些钩子根据不同的情况可以增加或者删减数目，勾好位置之后，拉动绳子的末端，这样几个钩子拉扯的位置受力均匀，可以扒下整张皮不留豁口，不会撕裂，简单快捷。季总捕像是跟我说的，随后蹲下身子，在腰间拔出一把刀来，手法很娴熟的在鬼婆婆的额头上轻轻的一绕，就把天灵盖整个划开，用手按住鬼婆婆的身体，然后对我说：“你来拉绳。”我有些不知所措地走上前去，牵起绳子的一头，看着季总捕，我心中虽然震撼得无以复加，却是不敢大意，双手紧握着绳子，一点点地开始绷紧。那脱衣耙的5根倒刺勾在鬼婆婆的天灵盖上，这么一拉，钩子挂着人皮肉往外扯，整张皮渐渐的就与骨肉分离，留下一层层白色薄膜包着骨肉。我强忍着恶心，一口气的将那整张皮都给拽了下来。再看鬼婆婆的模样，我倒吸一口冷气呀，在这皮囊之下竟然藏着个怪物。那怪物看着像是3、4岁的小孩，身体缩成一团，长满了墨绿的鳞片，脸长得像一只猴子，脑袋上顶着一个跟盘子一样的肉球，身后还背着一个龟壳。这是黄河水童，是一种两栖类动物，修炼的有些年头，巧借老太婆的皮囊上岸来惑人心智。现在他已经死了，随你们处置吧。季总捕淡淡的说，仿佛是做了一件跟他毫不相关的事。我见他转身就要回屋，忙拦住他。那英子呢？还有来我家那个东西，是他害死了我爷爷。那2个东西很厉害，现在还不是时候。你在河边等着，等黄河水干再来叫我。季总捕经过爹的时候停下了脚步。等事情结束之后，这东西从哪儿来你就放到哪儿去。还有，不该说的话不要乱说，小心横死。爹抱着泥胎，脸色变幻不停，长长的叹了口气。哎呀，二娃子，你爷爷的用心啊，你迟早会明白的。我不知该说什么，犹豫了很久，还是放弃了。从地上捡起了脱衣耙，洗了洗，揣进了兜里，对爹说：“爹，你好好休息吧，这尸体交给我就好了。”爹饱含深意地看了我一眼，抱着泥胎进了屋。我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找出爷爷之前的那根捆尸绳，拴在了水童的脖子上，拖着他的尸体到了村的中间老槐树的旁边，把他吊在了上面。整个过程中，英子一直在旁边冷冷地看着。做完了这一切，我独自一人坐在黄河边，看着翻滚的河水，祈祷着河水赶快枯竭。等到你枯竭的时候，爷爷的大仇就能报了。整整2天，河水一如既往的丰沛，没有丝毫干涸的迹象。我一直坐在河边，中间除了爹来给我送过饭，目光从没离开过河面。村子也并没有随着鬼太婆的死而宁静起来。我眼睁睁地看着一具具尸体从水底上走上岸，并且给他们指明了回家的路。村民们都被脏水浇了心，分不清是人是鬼，人和尸体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既和谐又诡异。直到第3天下午，我实在是坚持不住，倒在地上睡着了。半梦半醒之间，耳朵里突然就没有了这几天一直在萦绕的水流声。我猛然惊醒，瞪大了眼睛，看着周围干枯的河床，爬起来就往家里跑。可是季宗普并不在家，爹说他去找英子了。我一听开心极了，就跟爹在家耐心的等待。等到天黑的时候，季宗普回来了，让他跑了。这是他进门说的第一句话。我整个人一慌，他继续说道：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再等2个时辰。时辰这个词儿我只在古装电视剧里听过，在现代社会猛地听人说起，感觉很奇怪。季总捕说完之后回了屋，爹赶紧将大门锁上，然后看着我说道：你知道你那师傅是干什么的吧？我说知道啊，他是鳖宝人。那你知道他们这行有多少风险吗？啊，你以后还想不想上大学了？这我不管，只要他能帮爷爷报仇，上刀山下火海我也愿意。爹的眼珠子瞪得跟驴大人似的，半天没说出话。
认命似的叹道：唉，都是命啊。我没有理会爹的感慨，目光一直落在他怀里的泥胎上。这泥胎太逼真了，完全不像是人工雕刻的，反而像是天然形成的。而且不知道为什么，看着看着就感觉他那闭着的眼睛缓缓地睁开了似的。爹察觉到了我眼神的异样，将泥胎紧紧搂在怀里回了屋。这个时候，院子外开始出现零零碎碎的脚步声，不知道是人还是尸。脚步声很匆忙，都是奔着河边的方向去的。我坐在院子里抓耳挠腮的硬等了4个小时，外面一点动静没有。季总捕这才走了出来。走吧。季总捕说了一声，径直朝大门外走去。爹这时也跟了出来，说用不用把泥胎带上。季总捕冷冷地说：我劝你最好把那东西的眼睛蒙上，等他开了眼，大罗神仙下来也救不了你们。爹听了哎呦一声，连忙往屋里跑。我看着季总捕已经出了门，就赶紧跟了过去。村子里是死一般的宁静，没有一丁点灯光和生气，让我想起了小时候曾经夜里去刘家村的场景。难道真的是应了爷爷的话，三岔湾也要变成下一个刘家村了吗？而且等到河边，我才发现河底一个人也没有，村里的人呢都消失了。季总捕依旧是那副表情，站在岸边凝视了片刻，就朝着河床走了下去。我跟在他的身后，看着河床中出现的一个个水潭，心里有些担忧。那水童就是从河底走出的，这些水潭里会不会有比他还更加厉害的怪物呢？黄河的河床并不平坦，断流之后便会形成很多小湖泊或者是池塘。老人说呀，这其实并没有断流，水流还是在沙层下面向着下游渗透，但是上面的小湖泊却是静止的。而且在开封有句老话叫做开封城，城落城。古往今来，在开封建朝立都的朝代数不胜数，但是也远不及这座城市被洪水淹没的次数。我记得早年间曾经在一次清淤的过程中，意外地挖出了明代周王紫禁城的遗址。接着周王紫禁城再往下挖，在8米深的地方又挖出北宋皇宫大殿遗址。接着就是金变上京，宋变梁城，唐变周城，一下挖出3座国都，2座省城和1座中原重镇。往年每年组织村民清淤的时候，可没少在里面捞到一些宝贝物件。现如今河床和往年没有多少差别，只是村子里的人都不见了。我倒是不担心他们的安危，只是有些着急，英子跑哪儿去了？总不会躲进这些水潭子里去了吧？季总捕停下脚步问我：那天晚上你爷爷停船的位置，你还记得吗？我在脑海中拼命回忆着当晚的情景，然后凭借着记忆带着他来到一个小水塘的旁边，说应该就在这附近。季总捕却摇了摇头，眯着眼睛扫视四周，手中像是变戏法似的多出一个黄色的令旗，然后猛地一挥，令旗化作一道黑线，直直地朝着不远处的一个水塘里扎了进去。紧接着刷刷刷，一个接着一个的令旗从他手中飞出，全都没入身边的水池当中。令旗才接触到水面就沉了下去。季总捕眯着眼睛，耳朵以极快的频率快速的扇动，不到2息的功夫便伸出手将我身后一推，就见面前的水塘里噌地窜出一道黑影，然后飞也似的朝着黑暗中逃去。看着那道黑影大喊：别让他跑了！可是季总捕却是屹立不动，冷笑着说：居然能驱使这些水童，原来是件地宝。我没有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有些疑惑地说道：刚才那不是英子？季总捕没有理我，反倒是看向了前面的水潭，点点头：就是这儿了。随后看着我说道：一会儿我下去之后，会从里面出来一个东西，能不能替你爷爷报仇，就全看你自己了。说完连衣服也不脱，一脑袋扎进水潭里，身体消失在水中，只留下一长串的气泡。空旷的河床只剩下我一个人，我脑海里浮现出了那晚爷爷下水的场景，和现在有些相似。我紧张地盯着水潭，心里砰砰直跳，不时地观察左右的环境。一丝丝水渍从脚底的淤泥中渗了出来。黄河刚刚断流，河底淤泥本就没有干，一脚下去就是一个泥坑，而此时脚下的泥坑里居然还渗出了很多血水。那血水覆盖了整个视线的河床，丝丝缕缕的在各个水潭之间蔓延，像是黄河在流血。我被眼前的场景给吓坏了，站起身环顾四周，眼前的视线被一片片鲜红给染透，挂在空中的圆月也开始被一团乌云给遮蔽，天地间赫然间暗淡了下来。就在这时，耳听得水潭里哗啦的一声，一道人影以极快的速度冲了出来。我以为是季总捕，可是看清那人的模样，竟然是英子。英子此时全身被水给浸透了，披头散发，满脸的惶恐，身子上的衣物被划成一缕缕的破布条，一条胳膊沿着肩膀齐断，鲜血染红了身躯。英子在看到我的时候也是一愣，我红着眼睛上去要抓他，可是一道炸雷在他头顶炸响，整个河床都微微颤抖。我脚底不稳，摔在淤泥里，全身被血水染红，可是再一抬头，英子不见了。
时间又过了2分钟，随着水面再次波动，季总捕出来了。季总捕出来之后，脸色苍白了许多，皱着眉头看我。我正想说英子跑的事儿，可是他却做了个噤声的手势，耳边就出了一阵轰轰的像是山塌的巨响。季总捕脸色微变，一把抓住我就扛在了肩上，然后飞快地朝着岸边跑去。等上了岸，爹正站在岸边等我们，看到我俩出来，脸上一喜。季总捕连忙说：“快离开村子！”3个人逃命般地朝着村口跑，身后那轰隆的巨响越来越清晰，脚底下大地都随之颤抖。伴随着一声山崩海啸般的轰鸣，我听到了洪水奔腾的响声。我们3个人站在村口不远的山坡上，看着洪水吞没了整个村庄，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当年刘家湾是怎么回事了。爷爷！我朝着被淹没的村庄跪了下去，到最后我也没能替他报仇。季总捕站在我身边叹了口气：“唉，没想到河底的东西已经到了这个程度，看来又要等3年了。”我回想起了之前的场景，问季总捕：“为什么刚才英子出来之后你还在水里？你不是为了替我爷爷报仇是不是？”季总捕说：“英子不过是一个马前卒罢了，真正的主是河底那个东西。”旱地惊雷，黄河流血，难道都是季总捕口中的那个东西干的吗？有熟人来了。季总捕说罢，就见山坡另外一端缓缓走了一个人，那是位脖子上纹着沉鲨鱼的捞尸人。捞尸人到了我们身边之后，看着下面的景象，沉眉锁目，从爹的手里接过了泥胎。我这才发现那泥胎的眼睛上缠着一条红布带。若是有人问起，就说南水季八爷4年后我会带着这个孩子再回来。本集播放完毕，请您点赞、评论、分享，下集更加精彩。